后你就默默的做完，然后没有把它发表出来的话，其实就少了很多 visibility。他其实在前一年就跟我说，就是第一年升迁 ，HR 是不太会愿意合可这个过程。升迁的话，薪水到底会加多少？1、2、3。欢迎收看《戏骨一千零一夜》，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我是明燕。今天我们要来录大家当上班族以后都会很重视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快速升迁。我们现在3个人呢都是在湾区南湾这边的科技公司，那我跟 Rachel 都是在软体公司上班，然后明燕在硬体公司上班，都是担任工程师的职位。左右2位都是1年内就是升迁的好手，他们一定有很多的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想要知道如何在1年内快速升迁，还有升迁到底薪水可以涨多少的话，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那我们整理出升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设定目标。设定目标指的就是要先知道这一届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下一届的期待是什么，才可以知道哪边做得好，哪边做得不好。像是可能比较 junior 的职位的话，它的标准可能是可以把一个 feature 做出来，但是你的下一届职位可能是除了内部的 feature 之外，可以跟其他组的人有所合作这样。我一开始拿到就是我们公司给的一个 PDF 档，然后它就会有每个职缺就是的标准在哪里，我就会先把它过一遍，然后可能把已经做到的就是用绿色的荧光笔标起来，然后还没有做到的就可以用黄色或红色的荧光笔标起来，就可以知道接下来哪边是要加强的。因为我是在硬体公司，所以它的那个档案会分得更细一点。电路设计的设计师或者是 architect， 或者是就是做电子电路自动化，就是不同的 functionality 都会有不同的 requirement。那里面会细分成，例如说你的 expertise， 然后你的 project scope， 你的影响力，每个 level 都会有不同的 requirement 这样。除了达到之外，通常你要维持下一个 level 至少半年或到1年，你就会更有信心的说，我可以在这个 level 的 requirement 长期的维持下去，然后就可以更有信心跟老板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样。那第2个步骤呢，就是智慧主管。智慧主管，我自己觉得有2个蛮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主管他一开始就知道你有升迁意愿，那他可能就可以知道要特别为你争取一些 project。第2个就是，有时候自己设定的目标，并不代表老板认不认同是要努力的目标。那如果没有跟他讨论的话，一开始可能就会走错方向。因为每个礼拜都会有30分钟的 one-on-one 时间，在我想要跟他聊 promotion 的那个 one-on-one 前1个小时，就特别传讯跟他说，我今天想要花一点时间，然后来聊聊我的 career growth， 或者是我哪边想要再给我一些 feedback 的地方，这样就是有点给他 hint 说那这个meeting 的 direction 应该会朝那个方向前进。那这样也不会说一开始可能2个人聊天啊，不小心聊太多，然后把时间用光这样。上工，然后那时候6个月，然后想说有做一点成果出来，然后我也觉得自己已经 prepare 好到下一届，我就直接用 team 密我主管说，明年有没有机会升迁这样。然后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就在那周的那时候，然后就有跟我聊这样。但是他那时候是没有 promise， 因为他说第1年升迁是很特例的情况，那他不一定能够争取得到。我觉得主管的 support 在升迁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有些 team 的主管，其实你就算做得再好，他可能也没有意愿帮你升迁，因为他觉得你可能待的年资不够，他就觉得不用浪费时间。但像我的主管那时候也是很积极的帮我争取要升迁，所以遇到好的主管其实是真的是第一步，但是那个就靠运气。主管有意愿帮你升迁的话，你可以在 one-on-one 的 meeting 跟他提到，我离下一个职等的差距大概有多大，然后我应该做些什么来达到下一个职等的要求。那如果是问这个比较 specific 的问题的话，主管可能会比较愿意给你方向。还有一个方法是，你可以问说，能不能要一些 peer feedback？ 如果你很有自信，你其实已经达到下一个 level 的要求的话，回来大部分应该都会是正面的回馈。有了这些回馈，你就更有底气去跟主管说，你看大家都同意我升 senior， 那是不是可以来准备一下就是升迁之类的？进入第3步，每日实践啊。那第3步最重要的就是你在每天 day to day 就是都要把那些 feedback 给 implement 出来，确定自己是不是 on track。每日实践是真的超级重要，因为升迁不只是你自己的一些 project 的成果要展现出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peer feedback。所以你在每日实践的过程中，可以让你的同侪看到你有多么重要的话呢，他们就会在升迁的时候帮你一把。可能你的 Slack channel 里面回答很多问题啊，或者是乐于助人啊，遇到的困难啊，或者是一些 tip 写成 doc， 让其他人下次在做的时候可以更顺利的话，这也是可以让同侪看见你的好的方法。
反正就是让他们在写 feedback 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可以写。那请同事喝饮料可以吗？这个他可能没有办法写进 feedback。对对对。啊，那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要请同事饮料。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不错的成果，所以可以跟组上比较 senior 的人讨论。像是我之前就是有 share 就是我新的 model 给一个比较 senior 的同事，刚好我就连接到说，他模拟的部分，然后一直有个地方不太准，那用我的 model 就可以跑得很准，然后又很快这样。那他就后来有找我去讨论，然后最近也是就是我们要打算他要用我的 model， 然后就可以把我的东西发扬光大的感觉。那可能未来就会对于升迁会有帮助。第4步，记录成就。在每日实践之后，一定会累积一些 achievement。那这个时候呢，要记得把你这个 achievement 把它写下来。那这些都会是，比如说 quarterly review， 然后或者是 year end review 的时候很重要的素材。刚入职的时候，主管就跟我说要写一个叫 resume 的东西，跟你写履历一样，但是更完整。也就是把你过去做的 project， 包括它的 impact 什么的，都简短的记录在这个履历里面。除了 project 之外，你还可以把一些你觉得哇写得很好的 code sample， 或者是帮别人 review， 哇你觉得你 review 的超级好，你也可以把它放上去。之后要升迁的时候，可以回来找这些当素材来佐证你达到了下一个职等的要求。我们每年公司内部都会有 internal conference， 然后我也是去年有被选上 oral presentation， 然后就跟电路设计的部门present 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蛮有用，就是像我前几个月在不同楼层的厕所上厕所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突然跟我搭话说，你是不是去年有 present， 然后就跟我聊了一下，然后所以我对你的 model 很有兴趣，这样就会让别的组也会知道你这个人。然后 senior 要升 staff 的话，好像是需要其他组的人的或者其他组的 manager 也要 support 你，对，所以就是 visibility 就也蛮重要的。你去 present 或者是去 demo， 它其实就是一种记录。因为你做完，如果你就默默的做完，然后没有把它发表出来的话，其实就少了很多 visibility。争取 demo 的机会，或者是寄个信跟大家说，我这个东西做完了，其实都是一个记录成就，然后也是一个争取曝光度。第5个就是升职成功。以我的经验而言，我们公司大部分都是在1月的时候会有一个 year end check in， 然后就是会跟你聊说你明年加薪多少，然后还有聊说就是有没有升迁这样。所以是1月有这个 conversation 的话，那可能大概前2个月前11月中的时候，可能主管阶层他们就可能会丢出他想要帮下面的人谁升职的这个 application 这样，通常就是会比老板在更上面 director， 他们就是会去审核说，你们这个组有多少预算。因为假设你们这个组的资源比较多的话，那他可能同时间就可以多帮一些人升迁。所以11月老板要提出这个东西给上面的人，所以我大概可能10月的时候就会再跟老板 check 一次 ，check 说，那你觉得 career growth， 然后这个 trajectory 有没有就是 on track？1月的时候有没有机会？这样有一个比较 senior 的同事，他就跟我分享过说 ，promotion 就是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 Christmas gift。好像很 random， 就是有时候会得到这大礼，然后有时候不一定会有这个礼物的感觉，而是你要时时刻刻，每一步就是去争取它，这样。明年要不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年初的时候你被升迁，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然后老板那时候跟你说了什么？老板现在跟我说，就用那个讯息跟我说，他要跟我聊今年 review 的结果。那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抱任何期待，因为他其实在前1年就跟我说，就是第1年升迁 HR 是不太会愿意核可这个过程，所以当天我就只知道升迁其实蛮惊喜的。那老板怎么跟你破题？他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在连接他的 computer， 然后突然就秀出来，然后转过来说，那个你知道吗？那我帮你争取到了。我老板比较调皮，就我今年初有升迁的时候，他就 share screen 这样，然后那个 screen 上就是我们每年 review 的那个 package 这样，然后上面其实就都是一样，就是 bonus， 你今年会拿多少 bonus 这样，然后下面的一个资讯就是会透露说你有没有升迁，如果有升迁的话，你的薪水涨多少这样，所以他就是一开始就是在那边装没事，在那边讲 bonus 的时候就好像都很正常这样，然后就是慢慢那个 scroll 他就会慢慢跟你转滑鼠，然后转，然后就转下来就突然有一个 congratulations you got promoted to 什么时候这样，大家都好drama。对，除了薪水加薪外，你觉得升迁之后有多了什么样的福利或是责任？这个责任更大之后，大家对你的话可能会更注重，所以你更有话语权，然后就是在一些更复杂的 project 上面，你可以参与更多。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点。那我身边这2位优秀人士呢，这5个步骤进行的特别的快，就是不到1年就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采访他们有什么 pro tip 可以分享给大家。我是讲我个人的案例，就是我觉得我在公司做的东西跟我
波斑的研究有不错的相关性，所以就可以应用蛮多 expertise 在工作上面，搭配老板给的 project 的 complexity 跟 scope 也都还很好，其他的组也会有兴趣。像我上工第1年 present 的东西是我实习的时候就开始做的，实习那3个月也没有浪费掉，所以其实是比1年还多，可能是1年加3个月这样。公司如果有 presentation、internal conference， 那就可以投。那如果你上了，就可以跟全公司的人给一个 talk， 那这样就会非常多人，例如说几百个人同时看你演讲的。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特别想要升迁的念头，但刚好我的 manager 就特别的 support 我。那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就是要 build trust from day one。从一开始你的 onboarding task 到后来你接手的 project， 你都做到最好。就是不要想说，就是你还在 onboarding 期间，然后事情搞砸了就算了，就是让老板可以很信任你的效率啊，或者是你工作 deliverable 的品质，他们才愿意去帮你争取更好的 project。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就是可能事情也比较上手，然后做比较快，他就帮我直接丢了一个超难的 design project 给我。那时候我也是没有特别害怕，抱持着一个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心态。tech lead 啊，或者是你的主管看到之后就觉得，他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给他，你就可以获得很多比较有趣的 project， 然后就可以升迁比较快。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一个大家很期待的环节，就是升迁的话，薪水到底会加多少？好，准备好了吗？1、2、3。8%吗？12.8%，15%，对，是 base salary。那感觉平均起来的话，可能就是11、12%。Junior 升迁通常不会涨太多，像我们公司是8%的话，但是升 Senior 可能也可以到10几、20%。除了 base salary 的调整之外，每年有 bonus， 就是就算没有升迁也会有 bonus，depends on 你那个年度的表现的 percentage。我们公司每年给 refresher， 然后不同的职等的 refresher range 也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有升迁的话，到下一阶，那代表你往后的 refresher 就会的 range 就可以往上提一个 level。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今天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然后祝大家未来都能够升迁顺利。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喜欢的主题。海外生活不孤单，我们下集见，拜拜。不好意思各位，我觉得我现在腋下有点流汗，你不可以把什么腋下流汗剪到花絮哦。没讲完没想到。knock knock 也可以写在你的 resume 这个跟我们公司没有关系，可能没办法。31%是什么31%你们是说太多 total compensation 吗？不是。？base salary。是 base salary 哦，因为我们 refresher 我就把它整个加进来，要鼻子很痒抓。什么东西？为什么他每一集都在抓鼻子？对啊，没有，他上次不是抓鼻子，有吗他到底抓什么？我不敢剪进去的地方。